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周闲暇之余，我是阿杜。上周已经开始了2025 WGP 的大赛，经历了 BCF 被连次空横扫的环境之后呢，本周我们要来跟大家看一下2025 WGP 的第一站北九州会场单人会场上位以及3对3的上位系列有哪些，而部分重复率较高或已介绍过的同轴系列呢，我们就会快速的带过。对于 BCF 会场的排组资讯有兴趣的朋友，也可以在我们的前几期节目中来查阅。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，也请大家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的话，请不要吝啬您的手指头点下订阅，也可以到 FB 的粉丝页来追踪我们的最新消息。那么事不宜迟，就开始我们本期的节目吧。那么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就是这一次北九州会场的上位分布。这一次单人会场总共分为2组，而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一次8位上位选手使用的系列都不一样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从单人会场 A 组开始，来一起来看看这一次的上位构筑内容吧。首先看到的是 A 组，优胜的是8箭头轴的镜之守护者，稳定的早出展开，让这个系列在上位待了非常久的一个时间，是目前上位率不差的一个系列。接着看到的是准优胜4金砖4城门的 Benjin， 母鸡塔轴的强力运转系统，让牌组在检索与处理影响事故都显得效率十足，搭配明星教作为斩杀，也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。而目前 Benjin 也即将迎来强化，相信在强化包之后，也能看到更多的 Benjin 在赛场上的表现。接下来看到的是第3名8开机轴的连之空，遭到进卡表限制之后，系统核心虽然还能够运转，但也相对少了一些运转与压场的手段。但这一系列本身优秀的系统，还是能够让8开机拿下不错的成绩。接下来看到的是第4名8木门轴的古王，强化后的古王虽然在 BCF 参赛的次数并不多，但在最后的场次也都有不错的表现，相信在本次的 WGP 会是强化后古王发挥的一个好舞台。接下来看到的是 B 组的部分，优胜的是8木门轴的怪兽8号，强力的清场系统，1等到3等的联动以及事件都有的清场的效果，在专举资源时持续干扰对手的台面，是一经发售后就大放异彩的系列，在本次的 WGP 中，不相信会是上位的常客。接着是准优胜4木门4开机的明基，与上一机构筑方向相同，采用神罚来作为主要的资源赚取的手段，中后期用爱丽丝来进行台面的压制，并透过囚犯身的效果追伤，避免对手3等6没有倒下，在现在的环境中仍然是非常强悍的一个存在。接着看到的是第3名8开机轴的马娘，老实说，看到这一副的时候，小编确实是挺意外的，可能丛林宝穴、爱丽素子、真机灵等轴看多了，看到这一轴马娘上位，确实让人挺心动的。开机上来的黄金城虽然不具备大活跃的效果，但仍有不错的体质。且开机上来的如果是伏特加或刺激的话，也能增加中后期展开的效益，让人非常佩服玩家的思路。接着看到的是第4名4木门4城门的我推的孩子， BCF 上位的常客，强力的系统搭配尾盘的挖牌底连烧，相信即使在本次的 WGP 中也能有相当好的成绩。好的，以上就是北九州会场单人会场上位的部分。这次会场上位的情形是相当多元的，稍微意外的是，学员偶像大师在本次的会场中暂时没有取得成绩，而新发售的怪兽8号则拿下了相当不错的开局。看完了单人会场上位之后，我们接着下来要来看到的是3对3的部分。北九州会场的3对3没有分组，总共12副牌组，使用的系列是11种。北九州会场的玩家使用系列依然是重复率非常低的，除了新发售的系列拿下好成绩之外，也意外的看到了些许久不见的系列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3对3的上位牌组内容吧。首先看到的是 A 组的部分，大将使用的是4金砖4箭头的 D4DJ， 许久不见的系列，本身的 Link 系统让牌组运转上弹性很大，尾盘的杀招虽然费用偏重，但仍有足够的连打来收掉对手。接着看到的是中间4木门4城门轴的偶像大师，强化后的偶像大师在系统上获得了飞跃性的改善，一种名场对应多张角色联动的效益，也让牌组在运转的过程中变得相当丝滑，且容易依据情况做出调整。接下来看到的是先锋，使用的是4金砖4木门的青铜高效，近期发售的系列1等波普拉的联动能够赚能量与手牌，尾盘利安路的效果也能有效的拉回伤差与追伤。强悍的系统在本次大会中相信也是上位的热门选项。接下来看到的是准优胜的队伍，大将使用的是4木门4城门轴的我推的孩子。接着看到的是中间使用的是8木门轴的怪兽8号，跟单人会场上位同样的系统，
强力的拆台与资源赚取的展开，相信会是在接下来的会场中很常看到的常客。接着是先锋，使用的是8开机轴的 LL 莲之空。接下来看到的是第3名的队伍，大将使用的是4金砖4双颗的马娘。跟机灵的杀招，即使在目前的环境也仍然算是非常有效的。虽然因为进化表的关系，造成了上限没办法跟之前一样，但仍有足够的火力在现在的环境中一拼。接着看到的是中间，使用的是8层门轴的夏洛特，又是一个许久不见的系列，属于 WS 里面少数的防御牌。单等有力在获得后台由于给予的指定抗性之后，就会变得无法正打，且零等效果所烧的情况下，就能让大部分的牌组丧失杀招的火力。而年底也有 Key 周年的强化，在强化报之前看到夏洛特拿下如此的成绩，真的让人非常的感动，且佩服选手的技术。接下来是先锋，使用的是2木门2开机4层门轴的 GGO。去年强化后的 GGO 迎来了系统的大换血，无论是赚资源或杀招都有了相当好的改善，相信在本次的 WGP 会场中也能拿下不错的成绩。接着看到的是第4名的队伍，大将使用的是8开机轴的 Hololive。凭借着庞大的卡池与完整的系统，即使目前仍然遭到限制的8开机轴，还是有着不错的机能，可以在赛场上一拼。接下来看到的是中间，使用的是8开机轴的 LL 莲之空。接着是先锋，使用的是8层门轴的 R10。在 BCF 拿下好成绩的 R10，虽然进卡表稍微做出了些限制，但仍然不妨碍本身强悍的连烧带来的效益。在本次 WGP 中，相信也能够持续打出好成绩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们本周收集的2025 WGP 北九州会场的资讯分享。环境这个系列约为11种，北九州会场的环境除了多元之外，也看到了新的怪兽8号的精彩表现，相信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也会成为热门的选项。好的，那么网络上的牌组参考资讯很多，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众多的资料与本频道中获取些主牌的灵感。如果大家有其他的想法或建议，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与交流。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